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顶流王一博并非一夜爆红，大张伟评价他说，都是用童年换的。今天，王一博和肖战共同的粉丝捐款网民币6万9千元给正兴村修建了一条无机路，村委会给他们发了一个捐赠证书。这个消息很快就登上了热搜，网友们纷纷评论说，博肖活动，与爱同行。还有网友说这才是正能量追星，追星的同时还能够给老百姓带来便利。确实如此，尤其是学生不应该盲目追星，真要追星那就应该追一些有正能量的，能够带给你能量的明星。正因为有很多学生和年轻人在追星，所以明星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公众形象，不给年轻人带去不好的影响。而王一博就是那个正能量的存在。5月27日，也就是昨天，王一博成为中国顶尖舞者的推广大使。而这其实就是榜样的力量，能够彰显主流价值的。王一博将自己所热爱的舞蹈做到极致，也将舞蹈的精神传递下去。王一博如今能够有现在的人气和流量，并非偶然，他也是从默默无闻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成绩。01，王一博上中学时，他因感冒去医院输液，在医院的电视机上，他看到了一个街舞比赛。正是因为那场比赛，让他萌生出学街舞的念头。于是，征得母亲同意后，他开始学习舞蹈，而且发现自己在舞蹈方面有天赋。2011年，王一博当时还在读初二，他参加了全国 IBD 的顶尖街舞大赛，并且成功进入 Hip Hop 组16强，也因此被乐华娱乐挖掘成为练习生。2014年，王一博以 UNIQ 组合成员的身份出道。杜华说王一博的身上有一股特别执着的劲儿，很吸引人。其实，那个组合从第一波选拔到培训，最后再到5个人出道，中间至少经历了10几到20个人的转变。有些人是被淘汰，还有些人是无法坚持下去放弃的。因为当时非常辛苦，他们每天要练习10几个小时的唱歌、跳舞、语言和形体管理等，共练习了3年半。这个过程非常枯燥，如果没有执着和热爱，就无法坚持下去。杜华说，舞蹈这个东西是1万小时理论，它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王一博是唯一一个没有喊过累和放弃的人。其实，无论在哪个领域做事，只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成就，那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学习和练习。前期的练习是非常艰苦的，而且还有可能看不到成果，这时候拼的就是谁更有毅力去坚持。半途而废的人什么都得不到，咬牙坚持下去的人就会有一定的成就。后来，他所在的组合获得酷音乐亚洲盛典年度内地最佳新人奖。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2016年，他加入了湖南的综艺节目《天天向上》，成为天天兄弟的一员。但由于他慢热的性格，一开始在节目里根本插不上话，所以网友们纷纷质疑他凭什么能上这个节目。汪涵说，王一博是唯一一位在节目中录制完之后还会帮助工作人员收拾舞台的人。面对大家的质疑，他不去争辩，只是默默的去努力和进步。后来，经过几年的磨练，网友们开始对他另眼相看，大家都认为他的学习能力很强，踏实谦逊。王一博说，我做我自己的就好了。
我自己努力了，会有人看到的吧。王一博的老板杜华说他不是一夜爆红，他前期拍了好几部电视剧，比如《人间至味是清欢》《大话西游》《梦想合伙人》等等，这些经历都是积淀。其实他一开始的台词功底比较弱，他就用咬筷子的方式去练习。2022年，他因演古装仙侠剧《陈情令》中的蓝忘机爆红，也因此获得大大小小的奖项，比如第26届华鼎奖全国10佳观众最喜爱的电视演员等等。虽然这部电视剧反响非常好，但是王一博的心态依然没什么变化。他说，就是之前的努力有了结果或者收获的感觉。能有今天顶流的地位，他靠的是70%的努力，20%的天赋和10%的运气。所有人只看到他是在《陈情令》播放后才爆红，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在这次爆红前究竟付出了多少努力。其实，哪有什么一夜爆红，所谓的爆红都是前期积累的所有努力达到一定程度后而爆发的结果。其实，不仅仅是演员和歌手这个行业是如此，其他行业亦是如此。外人只能看到你获得成功的那一瞬间，并且羡慕你获得成功，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你为了成功付出了多少努力。02王一博因为《陈情令》中的蓝忘机这个角色而走红，但这个背后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他当时出演这个角色时压力很大，因为这个角色有很多人喜欢，他担心自己的表演会得不到粉丝的认可。幸好，电视剧播放后，有很多人很喜欢他。王一博说自己和蓝忘机这个角色的性格类似，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比较高冷，其实是因为他比较慢热。蓝忘机这个角色的台词非常少，比如第1集他的台词是35个字，第2集是10个字。由于台词太少，王一博通过一段时间去揣摩如何用眼神去演，还有向编剧和制片人请教。在生活中的他，话没有蓝忘机那么少，不过他确实也不太爱讲话，但是聊到他感兴趣的事情，就会说的多一点。对于王一博来说，这个角色比较有挑战的是在打戏时也要保持面无表情，因为打戏会出现一些用力的表情，但是他必须得控制住。而且他说自己双唇的肌肉不是太好，在遇到闭口音时就需要咬筷子来练习。王一博和肖战当时在横店拍摄时非常热，他说自己的衣服很厚，幸好他的衣服都是白色，而肖战的黑色衣服又厚又吸热。拍戏时，他们刚擦完汗，不到3分钟后就又出汗了。王一博说，肖战给人的感觉很亲切，很亲近，感觉特别好，两个人很默契，而且相处得很好，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争执。王一博很欣赏演员彭于晏，他说因为彭于晏每次拍一部戏的时候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他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丰富自己。对于不专业的人，王一博有自己的理解。他说，不专业是很正常的，只要练习就好，可能练习不够，不代表他不喜欢，不代表他不认真。我觉得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做一行就是认真。他喜欢彭于晏，就说明他有一种很上进的心态，希望在拍戏的同时也能够学会其他技能，也说明了他不怕吃苦，因为和偶像剧相比，彭于晏拍的那些作品需要付出比偶像演员多几倍的努力和辛苦。而他也深知专业都是努力练习的结果，这也进一步说明他的成功并不是爆红，而是经过一次次练习的积累。其实，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03
王一博的身份不仅仅是歌手、主持人和演员，他还是一名职业摩托车赛车手。2022年5月，他第一次以职业赛车手的身份参加比赛时，不料刚开始，摩托车就坏了。他有几秒钟沮丧，但是马上就把车推进维修区，经过维修后，重新发车，然后加速追赶。因为全速追赶，王一博预测自己能够追到第2名，原本很开心的，突然车又熄火了。他沮丧地走回维修区，有个人过来安慰他，他就忍不住开始大哭。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复盘整个过程去寻找原因。原来是他的骑法有问题，退档的时候不捏离合，转速过快，凸轮轴就会爆掉。于是，他改变了骑行的方式。同年5月，他在珠海的亚洲公路摩托车赛中取得了新秀组第1、混合组全场第2的好成绩。不仅如此，他这2年还在痴迷地学习滑板。他说滑板的动作非常多，还可以随机组合，更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王一博还从滑板中领悟到了一个道理，想要学会一个滑板动作，一定要重复好几次，这个过程很长。练习的时候难免导致小腿磕伤，虽然会很暴躁，但是会让你产生必须要学会这个动作的动力。无论是跳舞、演戏、摩托车还是滑板，王一博喜欢的都是需要不断去练习的事情。而且，这些想要掌握这些技能，一定会经过很多次失败，他就是在不断失败中站起来继续练习的。明星们对于王一博的评价除了话少之外，其他都是表扬。张艺兴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然后他跳舞跳得很棒。肖战对他的评价，我真的觉得一博是挺好的一个男生。他比我小6岁，但是他挺时尚的。无论他出道多久，但他还是很天真，很好玩，很搞怪。大家都觉得王一博跳舞时很酷，但是大张伟却说，都是用童年换的。王一博小年纪就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实属不易，那是他用多少努力和汗水换来的，更是用别人童年玩耍的时间练出来的。王一博说，其实我一直在为不红的那天做心理准备，可能会去开个店卖摩托车，也有可能会去办个舞蹈培训班，一直跳到我不能跳的哪天。其实，他对于红这件事的心理预期不高，甚至还给自己找好了后路。因为他只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不小心红了，而不是把红作为目标去努力。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如此，与其一直去纠结结果，还不如把整个人都投入到这件事中，去享受这个过程。当你的努力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成功。最后用一句王一博的话来结尾，希望你们也能像我想做到的那样，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自己喜欢的事去努力。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